妍希，妍希，父亲，小史同我讲，说你回来了。我后半夜启程往回赶，看你没有在房间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到这儿来了。这场大火已经过去10年了。最近我常常在夜里梦到你母亲。多谢您了，还能记起她来。这次回来能待多久？不走了。好，明日你爱吃什么，吩咐厨房做。明日我还有事。那好，早点歇息吧。王爷，希儿离京多年，难免回家会有些生疏，慢慢就好了。我离京之前，有何曾对我亲热过？我这皇兄可真是好手段。他猜忌我们兄弟几个也就罢了，现在连我的希儿他也要抢走，锁在身边，日日相伴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怪希儿，希儿她是个好孩子，只是当年入宫的时候他尚且年幼，还分不清是非亲疏。希儿啊，她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也回来了，她会懂的。这些年来，都委屈你了。王爷，这是哪里话？周妃罹难，留下2个孩子，你还那么年轻就当了继母。这些年来府里这些闲言碎语，我都是知道的。可是我更知道，没有人比你对这2个孩子更好了。你自己服食了绝育的药，从此不能再有亲骨肉了。你真的觉得值得吗？继母也是母亲啊。王爷的苦楚，臣妾都明白。王府多一个子嗣，官家就多一份猜忌。只要王爷安心，希儿能孝顺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人没事就好，是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老钟啊，多亏了你了。哎呦，回老夫人不是我，是大姑娘，她正着把门开了，要不然我发现不了。老夫人，幸好您没跟我们睡在一块儿呢。这好好的，怎么都睡背过去了呢？烧木炭时屋里不能关紧门窗，若是烧得不巧，人是会闷死在里面的。不对呀，我们前半宿还在那儿聊天解闷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睡下的时候，大姑娘还在外头呢。你明知道会闷死的话，干嘛把阁门关得这么死呢？不是我睡着以后又有人把门关紧了。不是你。大伙儿都睡着了，难不成是鬼啊？哎，大姑娘，你一时大意，夫人们又不会怪你，你硬着脖子不认干什么呀？秦姨娘，或许真的不是芷儿呢。那你倒说说呀，不是她是谁呀？是秦姨娘关的门，我看见了。哎，这个死丫头，门也不知道关个牢。李哥，你这会儿迷迷糊糊的，怕是看错了。不是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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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睡得跟死尸一样，不是我，老夫人，我冤枉啊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，
他是一个小孩子，平白无故的冤枉你一个姨娘做什么？我要不是为了这些孩子，早就跳井死了。我还在这里受你们冤屈。你就是个下人，装什么样子？当真不能发卖了你？嘿，二嫂，卖不卖他应该是我说了算吧？你的意思是李哥在说谎了？他有没有说谎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秦姨娘是你房里的人，秦姨娘当然是我房里会袒护她的，你说小孩子是不会撒谎。别吵了！我扶你回吧。二嫂，管好你自己房里的人。我的于远大将军死了。云散了，好多星啊！是啊，天容海色本称金。侄儿，今日为何爬上去解幡呢？因为他们都不愿意爬呀。我既会爬树，想来爬这个没什么难的。那么，周师们为何不爬呢？他们是不会吗？他们在争斗，在暴雨里、风浪里，各自为各自打算。可谁都不去做的话，说不准船会翻了呀。也说不准船不会翻。但倘若有人爬上了桅杆，稍有不慎掉进海里，或中了雷电，那就断无生机了。有了这样的权衡，他们谁都不肯为旁人去冒险。侄儿，你自有心思澄净，不知畏惧，有时候是好事，但有时候就不是。不是力所能及的事，就不一定要去做。应知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祖父，我听不懂了。譬如今天这个事，你善爬树，便不假思索地爬上去。你头一次出海，对这情形一无所知。若有万一，你让祖父怎么办呢？又倘若你中途怕了、后悔了，又如何能回头呢？侄儿，你年纪尚小，前面的路还长，无论你如何抉择进退，都应该好好的想想，做与不做，为何要去做？只有心中有了抉择，路才走得明白。倘若叫你再选一次，爬上那桅杆，值得吗？自然值得，因为祖父在船上呀。侄儿可会怪祖父，小小年纪便随我四方奔波，历尽风浪艰难。这般日子哪里不好？侄儿想永远跟着祖父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可怜天生我侄儿是个女儿身，再长几岁，你便办不得书童了。祖父，那是北极星吗？对，昨儿我看见有人举个木牌对着星星看。那是潜星板。海天茫茫，要靠星斗辨明前路。只要找到正确的那颗星，最终就能抵达去处。
沈琦，这外面有姬修斯的茬子在看着。不要紧，我们是光明正大来探望的。师母安好，夫人好，在下陈志，于正尧，沈琦。世态炎凉，没想到尚有3位君子。老夫人，我带了些衣被吃食，就在外面的马车上。你们能来，亦难能可贵了。我们怎能凭空收受你们的恩惠？陈志，你就不怕吃官司吗？吃官司？你以为我不知道这钱哪来的？都是你们私藏夹带出来的。我敢劫财，难不成你敢报官啊？畜生！你这畜生！那我们打个商量，你把这些书给我留下。阎罗王面前没放回的鬼，这些书左右卖不成了，我拉回去便通通当柴火烧了，一把灰扬尽了。你便去告我也没凭证。你们这些下贱妇人，侥幸没被卖了籍贯，便该缩头受着，还想锦衣玉食，还敢同我理论？这么说，是没得商量了。给我滚！驾！丫头！是丫头！姬秀斯端弓可在，我有一桩天降的功劳要送与2位。驾！什么功劳？你倒说说。那日抄家有金银财帛被我等夹带出来，今日我来自首。那些钱财在何处？被这人劫了去，就藏在当铺之中。哎，官有误会，哎呀！你也是跟我走一道。力气不错，招式还不错。头，擦，真厉害头！咱要不歇会儿喝口茶？还差得远呢。在北地的时候，每天我都要练1-2个时辰。还有谁给我练练？我来。你不？我来。司使，我等驻守紫皇居庄子外，新查缴了一批花家财物。哪儿来的？陈志已经绑来了，下在狱里。那花家娘子也绑来了，关在外头，等待司使发落。野地里守了几日，被人当成法子，你们还挺开心的。陈志已交衙门，按律发落。那花家娘子可是叫花枝？正是。果然是她。
放了吧。是。司使，他不走，他说吵着非要见您，许还是得把他赶出去。带他进来。是。这世上还真有自投罗网的。花家私藏的财产已被绞尽，这些书不在朝墨之列，可以还给我吗？这些书这么重要吗？对你来说可能一文不值，但是对我来说十分重要。说起来，当初查抄花府，官家吩咐过，花中臣的书稿切不可流入民间。可七秀卫搜遍了，都只发现一些刊行于世的旧文，连一个新字都没搜出来。你说奇不奇怪？祖父年迈力衰，早已指数不住，想来并无新作，司使自然也就查不出什么了。原来如此，那倒也不怪他们办事不精了。那书可以还给我吗？我近来无聊，刚好想看书解闷。我看这个梅花易数就不错。难不成他知道了？花家娘子真是吝啬，借你几本书也不肯。也罢，带上你的书，滚吧。多谢。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你们两个，赶紧把这些碍眼的书给我挪走，哪儿抄来的，就给我送哪儿去。是。告诉那两个便宜法子，从今日起不必再盯着花家了。是。你们谁还有劲儿，再陪我练练。头儿，咱改天吧，真没劲儿了。我刚才听说，那个陈志就押在牢里，把他给我提演武场去。畜生！真是畜生！哎呀，都怪我，这事不应该着急同您说。这下真的是完了，一条生路也没有了。都说破财消灾，只是没想到纸丫头竟连七秀司也敢招惹，真是糊涂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是想这些事儿的时候吗？纸丫头被厂子抓走了，如今生死未卜。夫人，沈郎君来了。哦，那夫人。哎呀，沈郎君，我真是瞎了眼，就没看出只有你一个赤诚人，其他两个都是天不盖地不在、当心烂肺的畜生。沈郎君来可是有事啊？我听说陈志被带家示众，才知道竟被他骗了。我识人不清，愧对你们。我想着花，想着你们定然着急，便来看看。哎呀，那个姓陈的是来劫财，倒没伤人。如今他和花芷被带到七秀司了。哎呀，沈郎君啊，你先稍坐，我让我家姑娘给你倒杯茶。不，三夫人，我得先告辞了。你急什么呀？夫人，我家在禁军衙门有些熟人，说不定能同七秀司说上话。当务之急是把花芷接回来。啊，对了，三夫人，我眼下没有现钱，
待我筹到了钱，立马给你们送来。告辞。灵儿，灵儿，哎呀，沈琦要走了，你赶紧去送送他。我送他做什么？我让你去，你便去。他可是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啊，你可别犯傻。他便是跟花芷议过亲，但终究还没订婚，到头来是谁的还不知道呢。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哎呀，如今山穷水尽了，他可是我们唯一的期望啊。既然愿意来看我们，便是存着一丝旧日的情谊。万一沈家愿意拉我们一把呢？来吧，走吧。母亲别急，我去便是。沈郎君，姑娘何事？郎君万福，我杭儿，但名一个情字。哦，原来是二姑娘。我母亲说，郎君是一个好人，想必家中的情形，郎君也是见着了。这病的病，愁的愁，真的如火坑里一般。姑娘莫要灰心，总有柳暗花明。姑娘，你先起来说话，先起来，先起来，起来。若能得到郎君的照拂，花姐愿以此身相报。姑娘，你先听我说。姑娘，沈琦不才，实在是难当此人。我与花芷的婚事虽未落定，但在我心中，我与她已有终身之约。无论贫穷或富，我都不会负她。便是做个妾室，花姐也是愿意的。姑娘，姑娘，你是成何体统？臣妾。姑娘，你是成何体统啊？姑娘，姑娘。啊，你没事吧？二妹妹，沈郎君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花芷，你回来了。芷姐姐，这个地上全是沙子，滑得要命，你可千万小心走些。沈郎君来家里探望，母亲叫我出来送一送客，没料反倒失了礼数。大姑娘，还是你替我送送沈郎君吧。今日多谢你提醒，我才把书追回来。再晚一步便无可挽回了。我帮你牵吧。不用，我自己牵回来的，不差这几步。你快回去吧。其实你不必再来了。这庄子里这么多人，靠你一个人是救济不过来的。哪怕能一时一地的帮，也只会是无穷无尽的窟窿，除了自救别无他法。况且你我之间本也就没什么关系。平时蔫不吭声，冷不丁窜出去，哼，比兔子还快啊！三夫人，晴儿也只是想替您分忧。真想替我分忧，倒是变出一个能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来救救咱们呀！沈大郎跑得如此的快，看来也是个靠不住的。还男子汉呢，趁早审审吧。不就是个男子汉，差点把我们家家当全卷完了。大嫂，你们家的纸丫头真是天上没有地上难寻的。你是怎么教出这么个棒槌，非要冲出去强出头？钱是以为没拿回来，自己倒像一个小鸡崽儿似的被茬子给拿走了。先不说会不会连累咱们一家老小，他自己呢囫囵着回来就已经很好了。我平安无恙的回来了，没有连累任何人。芷儿，芷哥回来了，没事吧？回来就好，我没用啊。多亏了钟书拦着，书我都带回来了，一本也不少。您先安心养伤，其他的先别过问。芷姑娘，别怪二婶多嘴，你这拼死走一回有什么用呢？那些钱财死活都是回不来的了。有用，今日若陈志得逞，明日便会有李治、王志来抢。我今日便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花家哪怕只剩妇孺，哪怕去找七秀司，
也敢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。即便他们讹诈抢掠，也休想占走一文便宜，只能落得败家示众的下场。从今日起，便不会有人敢学陈志那样抢掠花家。祖母，平安回来就好。齐秀司并未为难我。快坐。这是此物干系重大，孙女不敢私藏。思来想去，还是应当交与祖母保管。这是那天你藏下来的。哎呀，你说这纸丫头平时也不问东西南北，不是你的性情啊。祖父一生笔耕不辍，正身立言，我救不了祖父，只能救下这些纸。这些可都是不朽之作，足以传世。纸丫头，你这可是大功德。那孙女就不打扰祖母休息了。你觉得这纸丫头怎么样？老夫人，这大姑娘藏得深，我可品评不了。不过单看样子，倒有几分像当年的老太爷呢。更像您，倔劲像老太爷，优点都像我。你说的是。芍药，芍药，我给你买了好多好玩的，你看看。还有这些。芍药，或者你有什么喜欢的、想要的，我都可以买给你。是不是吓到你了？你做的药？嗯。芍药，这个药要怎么用啊？你教教我好吗？嗯。不痛不痛，都非常。老夫人怎么样？老夫人这一遭连惊带气，恐怕是伤了身子，今日总咳得厉害。先给老夫人盛。李哥，来来来，给李哥盛。娘，我不想喝。李哥乖，先喝碗粥，明日就有好吃的了。你骗他做什么？
你是从哪里变出吃屎来？我跟我儿子说话，要你多嘴。你跟我们回去喝啊。慢点，芷儿，哎，你小心啊，你小心别扎到手啊。哎，小心啊，姑娘。哎，大嫂，说起来，沈家不是和芷儿应了亲了吗？可是到现在，他们也没有派人来退亲，不是？我在想，左右也是走投无路，看在芷儿的份上，要是咱们肯去求一求的话，三夫人别想了，沈家是靠不住了。行，油盐不进，反正明日横竖，连老祖宗的口粮都没有了。你是独来独往的，不用管咱们一家子的死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想着靠别人？从前是一荣俱荣，两厢情愿，那现在咱们花家到这般田地了，谁还愿意被拽进来啊？难道咱们一大家子人都靠这家女儿养活啊？那就算是公主和亲，也没有见着带婶子带侄子的呀。哎，三嫂。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三嫂。四弟妹，事到如今没得说，他们花家长女脸面金贵的紧，如今只有我们两个儿媳妇豁出去了。我思前想后，现在只有一条生路，只有我和你的娘家是在京里的，不向他们伸手，明日还怎么活？这事情老祖宗定然不会同意，可他老人家现在还躺在床上，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眼看山穷水尽，恐怕也只好如此了。芷儿，我知道你心里是不赞同的，可我实在不知道该找谁陪我了。不要紧，咱们回城里一趟，就当来逛逛。这条回娘家的路，我还是头一回用我自己的腿走呢。从前，我娘最疼的就是我了，她连缠脚都舍不得给我缠紧些，又舍不得让那些嬷嬷们碰我，她就自己一边缠一边哭，哭得比我还响些。还有我爹，他平日里不苟言笑的，我那几个兄弟呀都怕他，只有我可以爬上他的膝盖，拔他的胡子，他都不会生气。我出阁的时候，他们生怕我会受委屈，掏心肝的为我置办嫁妆。那抬香笼的送亲队伍呀，比这一整条街都长。芷儿，你说我该怎么向他们开这个口啊？祖父的事情天下皆知，你不开口，他们也必然知道。那我该要多少钱呀？要少了，我怕他们心里难受。想着我怎么过成了这样。四婶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为什么呀？我怕你会失望。不行，不能就这样回去，两手空空的。你还不知道三嫂她那张嘴，不然我就要50贯吧，至少先把这个月的月钱给发了，稳住大家。饭钱、老夫人的药钱应该也能应付得过去。还有炭火，朵儿他们在睡梦中都冻哭了，我都听见了。还有李哥他们睡到半夜都冻醒了。